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当初你决定骗我的时候，难道就没有想过倘若我发现这个骗局会恨你一辈子吗？还是你觉得我根本就没有识破你这个骗局的智慧？你给我等着！自从和你相交之日起，对你献殷勤的女仙也不在少数，却没见你对哪个女仙特别感兴趣。今日你怎么就对青丘这位小地姬另眼相看呢？好奇。你这刚入梵音谷没几日，怎么就把青丘这位小地姬又得罪了呢？我看他气冲冲过来的样子，像是要拿把刀把你斩成8段。没什么，低估了他的智慧。糟糕，竟被这叠咒术逼得现出了9尾，这样子怎么有杀气啊？说不定还会让他觉得非常新奇可爱。哎，你这样戏耍我有意思吗？你看着我做什么？我们是不是见过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们是不是曾经见过？你从未见过青丘地姬。你小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救过你？可我隐约记得好像……帝君慈心普及众生，这种事情自然不会放在心上。我救过你一次，你还没来得及报恩；我骗你一次，你不计较就当报恩了。帕子还我吧，你将他折腾的掉色，我也不同你计较了。我早已报恩了。什么？这个，你这么想要回这个帕子，是不是因为这上面的花是金恒他修给你的？她近日的确要比半年前在九重天上生动活泼许多。其实我大约看出来了，他是因你耍弄他变帕子之事而生气，而你也悟到把自己变成帕子供他蹂躏，他就消了气的道理。那你为什么非要变块假的来诓他呢？我又不傻。诚然你不傻，不过造成此种糟糕的境况，你若能干净利落的把它处理好，改日见着你，我尊称你一声爷爷。听说太上老君近日炼了一味丹药，服下即可选择性遗忘一些事情，没有解药绝对记不起来。你择日替我去拿一瓶吧。你这样是否有些无耻啊？不觉得。下次见到我，记得叫一声爷爷。喂，东华，这还是超然不动，这还是让我们这些六根不大净的仙者们自叹弗如、仰望莫及的帝君吗？司命，你也看到了，从我们与帝君相交之日起，愣是他的一个把柄也没拿住过。八卦如你我，这是一件多么没有意思的事情。如今他却对一个3万来岁还没长开的小地姬另眼相看，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就好像是……被雷劈了？正是，你也有这感觉是吧？非也，三殿下，我说的是你现在就是一副被雷劈了的表情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难道你没有这种感觉？三殿下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，在帝君众多的喜好中，有一条就是喜爱猿毛。凤求小殿下的原身，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啊！在他小的时候啊，有一次调皮，把巴豆放入了白针上神的饭中，害得白针上神足足拉了3天的肚子。小殿下只小小的现了一下原形，白针上神立即就原谅了他。小殿下那里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没有啊。说呀！九哥、小燕，今日要公布中学竞技赛名单了，你们不留下来等等看吗？看什么？肯定没老子。为什么？老子没兴趣。你哪是没兴趣啊？是夫子没把你放进名单里吧？要说这名单，本少也没多大兴趣，毕竟每次夺魁的都是本少，超已无趣。哼，还说我？那你呢？就凭我与夫子的关系，恐怕我也进不去。皇兄，皇兄，女君有事与你商讨，特命我来找你。我知道了。那今日我就不陪你们等候公布名单了。不过
你们也别太担心，说不定是有转机呢。大慈，哎，放榜了。我看看啊。阿姨有我看见了。乡里盟节律都在，你行了，别看了，没我呀。不是，我是说，夫子既然想跟你同冰块脸是旧识，而你和冰块脸又是老相好，老相好这个词儿不是这么用的。再说了，如今我也跟他没什么关系。我的意思是，夫子应该卖个人情给冰块脸，会不会抄名单的人泄露了？我看他也不是为强权之人。那就算了吧，反正这什么鸟宗学竞技赛也没什么意思。哎，你说若是我向夫子服个软，登门向他道歉，他能网开一面让我进入决赛名单吗？万一他三针九裂不肯呢？你怎么对这个宗学竞技赛这么感兴趣？依老子看，我得去试试。哎，每一次都不让我把话说完。这，九哥公主，夫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夫子，九哥顽劣。其实，在学堂当中，我设的那个陷阱是为了要捉弄同学的，却没想到让夫子掉进洞中去了。九哥在这里给夫子赔个不是。呀，小事一桩罢了，九哥公主何须介怀？夫子，这个是治风寒的药。如若说因为我的缘故，害夫子掉进洞中，还染了风寒，那我罪过可就大了。哎呦，真好劳您大驾。今日帝君还好吧？他的事我怎么知道？夫子，那个宗学竞技赛最后的人选名单是不是把我给漏了呀？宗学里头竞技只是末流，你根基还没打好，怕是不适合竞技决赛。万一受伤，我如何向帝君交代呀？是不是？好了，回去吧。若有事，换我过去就行啊。需要我送你回去吗？夫子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告退。哎呀，小九，小九，蒙少说最领先新来了一群舞姬，舞跳的一绝，他约咱们瞧瞧去。你怎么了？难道夫子没答应？哎呀，老子早说了，你跟冰块脸是老相好，这事你让冰块脸帮忙，不早就解决了？我的事跟他没关系，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再说你不是跟他有仇吗？干嘛老提他呀？你们俩和好了？其实冰块脸入梵音谷的第一天，我跟他狭路相逢的时候立了一个约定，只要他不再继续干涉我和姬恒来往，我也就不找他报仇雪恨了。他跟姬恒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忘了告诉你，姬恒也在谷中。姬恒也在梵音谷他就是蒙少和节律说的那个宫廷乐师。其实老子一早就认出他来了，不过他一直不肯承认。他是怎么到梵音谷来的？这个他具体倒没说，反正就是阴差阳错来到谷中，然后留下做了宫廷乐师。那他现在又承认自己是姬恒了？冰块脸每次来讲学，他都会出关随侍左右，他看抵赖不了就承认了。哎，你说我们俩是不是特别有缘分啊？老子跟你说话呢。原来他们俩早就见过面了。这些年来，帝君和姬恒一直都有联系。那又如何啊？他对他真好，就算他逃婚了也不计较。虽然帝君没有介意，可当初在凡间，姬恒还企图帮着别人盗取灵璧石呢。可好也没用，姬恒是老子的，之前他技艺全失，还是老子一点点帮他找回来的。只不过可怜他当初流落凡间，被人利用。别想了，蒙少还等着咱们呢，走吧。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行，那我走了。我当帝君来梵音谷是为了救我，看来我永远只是他顺手之举。算了，不想他了。当务之急还是要拿到平婆果。既然求告夫子无门，我只能另想他法了。你要去偷平婆果？嘘，你们小声一点。哎呦！蒙少，我问你啊，如果说我没有进决赛名单的话，那我是不是就只剩下偷这个选项可以选了？要偷平婆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那树虽然看似无人看管，但树的周围立着4座石雕。4座石雕怎么了？要是谁真信了那只是几座石雕，那可太天真了。莫非这4座石雕有什么玄机吗？这玄机就是每座石雕里头都藏了一尾巨蟒，专门守护平婆树。要是谁想打平婆果的主意，还不等他的手靠近果子，咔嚓一声，他的头
就被巨蟒给啃下来了。所以啊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偷平婆果这个念头吧。哦，我也只是问问而已。既然这么危险，也没有必要葬身蛇腹，还是命比较重要。九哥，我可没跟你说笑啊，千万不要冒这个险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怎么怕了？我什么时候怕过？不行不行，我还是最怕蛇了。小九，小九，小九，你干嘛去了？吓成这样！吓死我了！老子又不是故意的，方才看你匆匆跑进来，像是受了惊吓，叫你又不答应，才过来看看你。我没事。那个，你明天要去上茶歇课吗？冰块脸的课，老子才不去，老子只喜欢姬恒的音律课。姬恒琴棋书啊。行了，我知道你对姬恒情深，但是也不用每次都这样。明早我还去上课呢，你快走吧，我要休息了。哎，小九，兄弟呢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你若是有什么心事想说呀，我会耐心听完的。知道了，早点休息啊。哎。老师，老师，怕你夜里着凉，所以特意给你送来一床丝被。好。老师，请喝茶。你的秋水毒可有再发？多谢老师关心。按照老师的吩咐，平时无事的时候，常在谷中闭关修养，现在已无大碍。如此便好。那明天的茶席课，你照常准备即可。是。老师，此次在谷中讲学，是否按照惯例在谷中停留半月？此次未定，或许再多留一段时日。是。那老师早些休息。到底如何盗取那平婆果才好呢？九哥，想什么呢？那么入神？没什么。你怎么来这么早，姐弟？我当然是想来占一个离老师最近的好位置了，稍微晚一点可就占不到了。九哥，你也是来占位置的？不是，我只是起得有点早了。我还以为你也要同我抢老师呢。还有谁要同你抢老师啊？还能有谁？乐师呗。每次老师来上课，他都在旁边献殷勤。也不知道季恒还记不记得凡间的祥月。九哥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？哦，听着呢。这个乐师是200多年前落难到比翼鸟族的，而老师来此讲学正是随后的第2年。这么多年，也只有他能跟随服侍罢了。帝君原来是为了见姬恒才来这里的，这倒也符合他一贯行事。老师特意将这堂茶席课摆到水月潭中，且让一派东色的水月潭在2、3日间便焕发浓浓的春意，真是品味卓然。什么事情越花时间越要耐心，他就越有兴趣。活得太久，给自己打发时间罢了。小燕，快点坐啊！小九，你出门也不叫一下老子，差点就迟到了。
你不说你不上帝君的茶席课吗？这不是姬恒在吗？老师，今天还是喝谢衍清这位茶吗？那姬恒就擅自为老师先决定用这款芙蓉碧的茶器作配。哦，为何？虽然老师平时都爱用黑釉盏，可是姬恒觉得这青瓷盏的清风翠色，配上谢衍清的茶，更能够衬得清新脱俗，也更衬今日的景色。嗨，喝个茶还这么麻烦，哪似这般爽快？饮茶之道，精髓在煮。煮有3沸：虚关虚闻。沸如榆木，生微，1沸也；边缘如泉涌，生渐盛，2沸也；波腾浪鼓，生积聚，3沸也。姬恒还和在太晨宫一样，能够陪伴在帝君身边，而我还是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。煮茶之法，本君方才讲得很是清楚，剩下的时间就交给你们通书。老师，姬恒有一个提议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？无妨。不如我们来场斗茶比赛吧。老师您做评判，让众学子斗茶，一来可以检验众学子有没有认真听课，二来也可以让众人有展示的机会，一举两得。好。小燕，咱们俩一组吧。啊？你不是一向跟九哥公主交好，干嘛不跟她一组啊？我知九哥不善茶艺，定不会与他做对手。行吧，反正我跟谁比都是输。15位学子皆有配对，唯独九歌公主没有。不知九歌公主可否愿意与我一组？不公平，谁都是乐师茶技超凡，九哥初来乍到，怎会是乐师的对手？我的茶艺也是老师教的。说来，我和九歌公主都是老师的学生，学生之间互相切磋，又有什么不可呢？再说了，九歌公主还没有表态呢，节律郡主又何必操心呢？好，比就比，我不怕。那好，那由我和九歌公主先开始了。乐师的茶浓艳醇厚，甘滑香烈，承得煮茶之道。然九歌公主的茶，汤色明亮，初品无味，再品回甘无穷，手法别致。两盏茶各有千秋，胜负难断。哦，方才乐师说了，此番斗茶，意在检验学子们听课是否认真。九哥，本君方才说是先放水，还是先放茶？你可还记得？此番斗茶，乐师胜。休息1刻钟，下一组节律和腌食物。等等，有话跟我说。我如果真的技不如人也就算了，但是你随便想个由头就这样判我输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本君的话，你可有好好听了吗？就因为我没有好好听你讲课，你就这样记仇啊？看来我的话，你果然没有听进去。我非要好好听你说话吗？嗯。我就不该来问你。别动。干嘛？
姬恒今日跟老子说了好几句话。你们组开始，小燕不要再傻看了，快些开始。好，停止。小燕，你的茶水满出来了。哎，依老子看，他大概也是觉得我知行可许，借着斗茶之机跟我多说几句话吧。喂，老子跟你说话呢，你的茶都凉了还喝？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小九，我说你最近怎么了？怎么总是走神啊？老子跟你说话呢！你说什么？老子说不要管冰块脸说了什么。老子今天来找你是因为蒙少约咱们去醉里仙吃酒。又吃酒啊？上次不是说了，醉里仙新来了一批舞姬，走吧，看热闹去。走吧走吧。哎，话说杰队为什么没来啊？他已经闭关好几日了。为何要闭关啊？这不听说今年的平婆果能让容颜永葆青春，他也想要。宗学竞技赛就快开始了，近几日宗学又未安排帝君授课，他索性就闭关训练了。原来如此。蒙少，这些就是你说的新来的舞姬？对啊，怎么样，跳得不错吧？比姬恒乐师差远了啊！这么快比赛就要开始了，看来我得抓紧时间了。这舞姬跳舞跳得好，长得又好看，还是蒙少你的眼光好啊！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干！这梵音谷还真是好地方，景致好看，人也长得美，而且这天地间唯一一棵结果的平婆树也长在这儿。你不是一直想离谷吗？怎么今日突然夸起梵音谷来了？哎呀，我这不是之前刚来不是很习惯吗？现在得亏有你们这群好朋友。蒙少，敬你一杯。蒙少，我也敬你一杯。来，话说这平婆树啊，那日我路过解欧泉，听到这巨蟒的声音，我都已经吓得要跌到地上了。嘿，你还有害怕的时候啊？我小时候不是一不小心掉进过蛇窝吗？你没听说过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啊？啊，那四尾巨蟒凶猛得很，你们可千万当心，别靠近蛇阵。他们不会出来吧？放心，那倒不会。他们是专门守护平婆树的，不会轻易离开。只要不去盗那平婆果，他们是不会伤人的。不会轻易离开？你的意思是他们还有离开的时候？蒙少，先喝酒，来。来来来。晚上。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每逢月圆之夜、至阴之时，这四尾巨蟒便会离开几个时辰，去汲取天地之灵气。哦，果然是灵蛇哈。蒙少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萧炎壮士，方才蒙少确实是说月圆之夜那4条巨蟒会离开，对吧？你不就是想偷果子吗？这不正好有几个时辰可以碰碰运气？哎，你等我一下。老板，我要2个糖人。哦，找您先，找您先，没关系。哎，那您随意拿吧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好嘞。萧炎壮士，我们一起去偷平婆果吧。不去。哎，我听说今年的平婆果还能够让你增进修为呢。老子已经这么厉害了，哪还需要什么平婆果啊？哎，你先拿着嘛。哎呦，我听说今年的平婆果除了可以增进修为，还有女仙吃了永葆青春，男仙变得更加英伟的奇效。你说姬恒会喜欢英伟的男人，还是喜欢像你这样的白娇美人呢？老子跟你去。果子到手之后，咱们1人1半。一言为定。需要老子做什么，尽管开口。我已经去打探过了，那几条巨蟒围绕在平婆果四周，平婆果就在中间。如果我们硬要拼进去的话，那是绝对拿不到的。不硬拼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蒙少不是说了吗？那4条巨蟒会有几个时辰的离开时间，那我们就挖条暗道通到平婆树下。等那4条巨蟒呢汲取天地灵气之时，我们就从暗道里出来，拿到平婆果，然后再从暗道离开，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。哦，还是你鬼主意多。让我们今天就去挖暗道，明天正式行动。好。这地道就打好了。好了。哦，要不要下去确认一下呀？这真的能通到平婆树下吗？没那个必要，老子的乾坤定位术绝对不会出错。回去吧，明天这个时候咱们再过来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是不是应该找个什么东西把它覆盖上啊？这到了明天天一亮，人家不就发现了吗？
有理。走吧，走吧。老师，你回来了。老师，这汤我重新帮你温过了，趁热喝吧。这些琐碎小事，无需你亲自操持。能够服侍老师衣食住行，便当是姬恒报老师的恩了。压制你的秋水毒，花不了我多少修为，无需放在心上。老师待姬恒甚厚，曾经为了姬恒的幸福，甘愿牺牲自己的名声，也要助我逃婚。这一切，姬恒都敏感于心。仙途最无尽的不过是时间，往事不必执着。可是这发生过的事，对姬恒来说都历历在目。老师10年才来梵音谷一次，老师不在的日子里面，这梵音谷对于姬恒来说，不过是一座寂静清修之地，寡然失色。只有老师你在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才会鲜活起来。姬恒盼着老师多待一会儿，这样在未来的10年里，可以慢慢回味。这次，我会尽力将你的秋水毒治好。你既不愿意回魔界，3界之大，有你想去的地方，但去无妨。老师，你不要误会，姬恒并无他求，当初是我执意离去，如今亦无颜面再找老师求什么名分，只盼老师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随时左右，这样能好好报答老师的恩情。你无需留在我的身边。老师身旁已有他人随侍，还是老师心中有人了？莫非是9歌公主？夜深了，快回去歇息吧。是。趁这会儿没人，我先下去。啊，干嘛？我想了想，还是我先去探探路，你等我。哦，那你当心啊。这让燕池无去打个暗道，怎么一下打3了呢？探路这么久都没有回来，莫非就是因为走错路了？